般男人不让妻子随军，不是军中有人，就是嫌弃妻子拿不出手。而我刚好2个都占了。等我结婚3年，主动找到军队里的男人时，看到的就是比我优秀、比我漂亮的首长女儿，听到的是军中所有人都管首长女儿叫嫂子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没有伤心，只有果然如此的感慨。谢承周打了饭回来，就看见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小跑着走过来，才认出是首长的女儿赵思南。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我发现我正双手环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一瞬间，他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。谢大哥，我听说你妹妹来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赵思南说这话时，脸上是满满的笑容，甚至还有些小小的得意。谢承周的脸色霎时间变得难看，从我来部队到现在都不超过半个小时，这女人居然能找到办公室来，而且妹妹这个词是形容妻子的吗？本来我就要离婚，现在看见赵思南会误会，然后更坚定的要和他离婚。谢承周赵思南说，他现在是你的战友，以后咱们会是一家人，还说你的兵私下里都叫他嫂子。我一字一句的将方才赵思南说的话复述了一遍，说完轻笑一声，请你们2个未来的一家人出去说话，我这庙小没空闲的地方招待你们谈情说爱。说完伸手把赵思南和谢承周全都推出去，啪的一下把门给关上了，直到坐在沙发上才反应过来，这里是谢承周的办公室，应该走的人是。我吐了吐舌头，想着反正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回家等通知就好。只是刚站起来，外面就传来一声暴吼，紧接着门就被打开了，看着他手中拿着一串钥匙，挑了挑眉没说话。你听我解释。不用，我懂。我摆摆手，刚说完肚子咕噜一声，揉了揉咕咕叫的肚子，再看看他放在桌子上的饭盒，从斜挎包里拿出一张大团结，拍在面前的桌子上。饭钱给了，心安理得的将饭盒打开，小口小口的吃。从确定重生的那一刻，我就决定不会亏待自己，也不会再受任何委屈。在大西北那年，我3天饿9顿都是常事，即便是重生回来，我对食物的渴望一点都没有变。谢承周被我放在茶几上的大团结给气得牙根痒。我们是夫妻，用得着算得这么清楚吗？我知道他在看自己，但是看就看呗，我又不会少块肉。吃完饭后盖好盖子，对他说，谢承周，我说的离婚是肯定句，不是疑问句，也不是反问句。谢承周瞧着我小嘴巴巴的张嘴闭嘴就是离婚，长腿一迈3、2步就走到我面前。我说了我不同意，他喜欢我非常喜欢，现在他们已经结婚，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关系，他坚决不会同意离婚。再说谢家没有离婚的先例，他们谢家的男人对婚姻很忠诚。看着站在面前一脸坚持的男人，我的火气蹭蹭的上涨，非要我把话说的难听是吧？我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和你们谢家里人说，但我父亲让我嫁给你的时候说的话还记得吗？他说让我嫁给你是为了让你保护我，可你有吗？3年的时间，我被李家那些亲戚折磨得快要疯掉的时候你在哪？我晚上担惊受怕，被人砸了玻璃发高烧，差点死掉的时候你在哪？从下了任务回部队到现在1个小时的时间总会有吧？可你有联系过我吗？仰着头说话有些累脖子，我起身把站在面前的人推开。是当初你出任务很匆忙，也不知道任务一走就是3年，可你真的没有一点点的机会给我打电话，或者是走之前给你家人打电话让他们照顾我吗？谢承周被推得踉跄了2步才站稳，听着我的质问只能紧抿着嘴唇不说话。他记得李父说的话，但是没想过那些人会折磨我。不过他执行任务真的不能和外界联系，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，真的把你放在心上，即便是没有机会也会创造机会出来。赵思南说你的兵叫他嫂子，要是没有你的默认那些人敢吗？兵叫他嫂子，要是没有你的默认那些人敢吗？所以我们离婚，你再娶我再嫁各不相干，有什么不好？谢承周听见我说要再嫁，想也没想就把人抱进了怀里。我越说越觉得委屈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上辈子自己会过得那么惨。从重生回来，我一直很冷静，不敢哭出来一点，可这回我没忍住，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下来，慌忙擦了眼泪，想要继续说话时被他抱了个满怀。亲亲出任务是我的责任，可我也真的没有想到会是3年，没有和家里人说，是因为我想的任务结束带你回家，并不是故意隐瞒他们。还有那些战士的话我从来没听过，而且赵思南只是我首长的女儿，我跟她一点都不熟悉。至于你说被欺负，谢承周的话音一顿，对不起，我拼命的挣扎，但是男女力量悬殊太大，我根本就挣脱不开。你放开我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自己一个人也挺过来了，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而且谢承周，你这些理由真的太牵强了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可是打了结婚申请的，你们首长不同意，你跟我结个屁的婚？你们首长知道你结婚，他女儿还敢在部队自称是你对象，这底气谁给的？谢承周不是傻子，自然明白我话里的意思，可他都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喜欢赵思南，他为什么要在私下里做这些？谢承周，我本来想体体面面的跟你离婚，你要是再这样抱着我不放，我可要大闹军区了。挣扎了半天，抱着我的力道一点都没有松懈，直到我手脚都没了力气，依旧没放开，心中憋着气没法撒出去，张嘴就在他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谢承周很疼，那里有出任务时受的未痊愈的伤，可肩膀上的疼远不及他现在的心疼。非离不可吗？谢承周没有放开，任由我咬着，直到我放开自己，才轻声地问了一句，对，非离不可。我说的很绝对，一点都没有犹豫，我不埋怨也不抱怨，刚刚说那些也只是表达我想要离婚的决心而已。谢承周放开我后说了句，等我回来然后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坐在沙发上等着他回来，而此时被我以为去打离婚报告的男人正站在警卫室给战友打电话。半个小时后，他知晓了我这3年来受过的苦，一瞬间心揪着疼。老谢这人谁啊？战友很好奇，天生就不喜欢和女孩子多说一句话的男人，居然给他打电话调查一个小姑娘。不过这小姑娘
挺可怜啊，李家的几个旁系可是出了名的混不吝。谢承周艰难地说了句我媳妇3个字就挂了电话。徒留听筒，另一边的战友震惊许久，挂了电话。他想也没想，转身就去了赵首长家。赵国栋刚要骂人，就听见警卫员说谢承周来了，压下心中的火气，转身就去了客厅。反而坐在床上的赵思南脸上却有了笑意，他觉得谢承周一定是过来找他认错的，急忙翻身下去，追着赵国栋也跑到客厅。客厅里谢承周并未坐下，也没有管身后的赵思南是什么表情，直言道：首长，当初我的结婚报告您是盖章同意的，为什么你的女儿会跑到我妻子面前胡说八道？甚至他还说一团的战士们私下叫他嫂子，他本人怎么不知道我跟赵思南同志有那种关系？出任务3年没带部队回来，不仅媳妇要跟他离婚，还多了个冒名顶替他媳妇名头的人，他是对不起我，但对赵思南，他从一开始就是拒绝骄纵跋扈，做事张扬，浑身哪一点都没有他能看得上眼的地方。再说他喜欢的人是我，长这么大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感兴趣，也是我想要过一辈子的人，也只有我而已。如果不是我的出现，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结婚，连婚都不想结的，他怎么可能和赵思南扯上半点关系？赵国栋的脸色难看得很，他这辈子没有被年轻人指着质问过。谢承周，你结婚了，谁允许你结婚的？那我怎么办？赵思南只听见了谢承周说结婚，其余的话一点都没有听进去。闺女跟妈回房间，妈解释给你听。李维拉着赵思南就要走，但平时看着娇娇弱弱的女儿，这回力气却大，他连拽都拽不动。谢承周没有看赵思南，眼神一直盯着赵国栋，势必要一个解释。不可否认，在部队，赵国栋对他栽培良多，可栽培的是他，不是他媳妇。殷勤是恩情，公道是公道，他不能混为一谈，让媳妇受委屈。小谢这件事情是赵思南的错，替我向你媳妇道个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一个解释。你先回去吧。赵国栋的声音中带着疲惫，揉了揉眉心，一辈子没有低过头，老了却要给个年轻人道歉。首长，我手上的工作上务已经全部交接完。谢承周说完，朝着赵国栋行了一个军礼。首长保重。赵国栋这个人说到做到，即便是他不在这个部队，也一定会给他媳妇证明。说完转身就往外走，从始至终眼神都没有落在赵思南的身上，看着站在我面前的男人，我的眼皮直跳，总觉得事情好像变得很诡异。媳妇，你要跟我回一趟。京市一句话说的我外焦里嫩，等等别瞎叫，我马上就不是了。京市我也不会去，你爱带谁带谁，但绝对不是我。我连忙起身，你不答应离婚是吧？我找你们首长去，只是没走2步，就听见我被调走了。这边军区的首长管不着我，我的脚步一顿，我的脑子有些不够用，调走上辈子也没有这种事啊。上辈子直到我被下放，谢承周依旧在海事军区当副团长，所以现在这是发生了什么？谢承周，我真的不想吵架，留个体面行吗？骂也骂了，打也打了都没用，只剩下好说好商量，骂了打也打了都没用，只剩下好说好商量了。他们是军婚，这男人要是一直拖着不同意，找谁都没用，嘴上说着要告他，但是我上哪告去军婚？军人不同意离婚，谁能管我不同意？谢承周摇头，随后走到我身边，媳妇，我错了，我认我也会改，但是离婚你想都不要想。在我发火骂人之前又说了句我喜欢你，没有过别人，我用军人的名义发誓，我要是对我以外的人起过心思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我被他说的心中难受极了，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替上辈子的自己感到不值。谢承周，希及你的喜欢，至少让我知道我不是一厢情愿。我不知道这辈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，但我真的怕了。上辈子我在大西北的每一天都是煎熬，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。但是离婚的事情没得商量，给你2天时间，你有需要我配合的，我全都配合，但是请你尽快说完。侧身想要从他身边走过，谢承周听见我说尽快时，心中咯噔一声，拉住我的手，将人按坐在沙发上禁锢着。你要离开海市对吗？你要去哪？我被他拉了一个措手不及，手上拿着的饭盒掉在地上，里面的饭菜洒了一地。我去哪都跟你没关系，我是你的丈夫。我的话音落，谢承周紧跟着低吼了一句，他马上要去黑省上任，要是放我离开，或许一辈子都找不到我了。媳妇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们不离婚成吗？声音中带着颤抖，脸上全是隐忍，但是看在我的眼里却异常的讽刺。谢承周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我每天都在等你，想你回来护着我，可是有一天你回来了，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说要离婚，当时我也是这么求你的。我不想回忆，可既然谢承周不放过我，那就谁也别好受。挑挑拣拣说了一遍，最终轻笑了一声，就为了一个梦，为了一个梦就要和我离婚。谢承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什么理由他都能接受，但唯独不能是这个。可在我心里更像是一种警示，不是这个，可在我心里更像是一种警示，就好像是我真实的经历。赵思南，他刚刚过来的时候没有说自己的名字。谢承周愕然，如果赵思南没有介绍，那刚刚他能喊出来名字，是因为他梦里出现了谢承周。大西北太苦了，我求你放过我成吗？其实我完全可以拖着不离婚，军婚的庇佑下，我绝对不可能被送去大西北，但是我不想再这么做，这个婚一定要离。虽然现在谢承周求着我不离婚，一切都和上辈子有了截然相反的变化，可我的疼是真的，这个婚不离，我太对不起上辈子的自己了。军区家属院一共8套平房，2个筒子楼，还有一个4人粗的香樟树。赵思南的家在距离筒子楼最近的那一趟，最东面的第一家食堂的孟婶子，后勤部的李大力家属院，大嘴秦大娘。我每说一个字，谢承周的神经就紧绷一次。他没有来过军区，能知道这一切一定都是在他所谓的那个梦里出现的。可梦里的他为什么要离婚？谢承周还要我继续吗？说完推开面前的男人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媳妇沙哑的男人声响起，下一秒手腕再次被他抓住。媳妇，可那只是个梦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回来没联系你，是因为我受伤了，我不想让你担心，想着好的差不多再去找你，加上我要调走，需要时间交接就耽搁了。我没有回应，背着身子想要把手抽回来，但是男人
男人抓得很紧，媳妇你的梦我没有办法给你解答，可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，我不会离婚，也不同意离婚，不离婚行吗？求你！我依旧没有应声，用力的抽回自己的手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这辈子的谢承周确实很有可能是无辜的，没有想过离婚，可上辈子我不无辜吗？走在军区大院，这里的一草一木看着熟悉，但又觉得很陌生。如果那些痛是真的，我或许真的以为是做了一场梦。李青青刚走到军区大门口，面前站了一个人，即便没有看见他，听着这道熟悉的声音，也能知道男人是赵思南，前世这个女人说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我心口上的一根刺。本想安静的离开这里，可她既然来了，那就不要怪我报仇。这不是我的嫂子吗？来找我干嘛？是要和我分享当谢承周媳妇的心得吗？双手环胸，看着矮我半头的赵思南，眼神中满是轻蔑。上辈子我打人的时间点不对，所以认栽，但是现在可不是严打的时候，我能自由发挥。我和谢大哥才是青梅竹马，你就是个鸠占鹊巢的贱人。要不是你爸逼着谢大哥，他怎么可能会娶你？我挑眉，这么快就知道我是谢承周的妻子了，不愧是首长的女儿，消息还挺灵通的。看来你那个首长爸爸平时在家什么都说啊。这会儿正是下午上班的时候，人虽然不算多，但也有10几个人听见我说的这句话，惊得不敢往前一步。你胡说，我爸是首长，他是个有纪律的人。赵思南被我的话吓得脸色发白，他是偷偷跑出来，想要去找谢承周的，没想到会遇见这个女人。你爸是军区首长啊，真了不起！我说着拍了拍手，怪不得你能随便进军区大门，原来是有个好爹啊！不仅是赵思南，就是放他进去的小战士也被吓得脸色惨白。军区重地没有领导的允许，旁人不可以进去，但赵思南是他们首长的女儿，而且经常会过来找首长，久而久之他们就养成了放他进去的习惯。现在被我这么轻飘飘的说出来，这是绝对不会善终。我可不管小战士的心情，本来就是他们没按规定在先，不管出任何问题都和我没关系。赵思南从小到大没有被人这么质问过，一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我咋了。我说完立刻捂着嘴，忘了你爸是首长，我不能随便说，他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受了委屈，一定会针对我，像是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一样，装作惶恐的模样。看着赵思南一脸的懊恼，周围的几人在这一刻想要变成聋子，心中祈祷谢承周赶紧出现，把他这个会说话的媳妇带走。我就是故意这么说的，上辈子我会打赵思南，是因为他总是跑去家里说些似是而非的话，最后我忍无可忍才会动手。虽然这辈子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，但没管住女儿，让她在军区随意乱走，还自称是谢承周媳妇是事实，所以现在被我指桑骂槐不冤枉。李青青、赵思南气急，伸手就要打我，我想要反手打回去，但是在刹那间硬生生的收回手，用手臂挡住了他的那一巴掌，啪的一下非常响，手上很疼，不过也给自己争取到了反咬的机会。啊的喊了一声，随后直接跌坐在了地上。赵思南首长的女儿了不起，随便打军人家属是吗？军区是你们赵家的吗？想干嘛就干嘛，努力的流下2滴眼泪，看着非常的可怜。谢承周回过神追过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了我倒在地上的一幕，媳妇慌忙跑过来将我揽进怀里，另一只手查看我被打的手臂，白皙的手臂上有一道非常明显的红印，隐隐有要肿起来的意思。赵思南，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打我媳妇的？将地上的人打横抱起来，眼神凌厉的看着他。这件事没完，声音中满是冰冷。如果语言能杀死赵思南，已经死了800回。我捂着胳膊靠在谢承周的胸口，眼神得意的看着他，无声的说了句贱人。赵思南本来想要解释，但是看见我的嘴型后，怒气大过于担心，再次伸手想要打人。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不管他想要什么，爸爸妈妈也会全力的满足他。在今天之前，他一直确定谢承周会是自己的丈夫，现在看着自己所谓的丈夫抱着别的女人，而且那个女人还骂他，他怎么可能会忍下这口恶气？李青青，你就是个勾引男人的贱人！怒骂了一句，随后整个人朝着我的方向扑过来，想要把我从谢承周的怀里拉出来啊！我紧紧抱着谢承周的脖子，将脑袋埋在他的胸口，大喊了一声，只是喊的人不只是我，还有赵思南，还有赵思南。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，发现刚刚还在张牙舞爪的人此刻趴在地上，是狗吃屎强压住，想要大笑的嘴角，把上辈子难过的事情全都想了一遍，才没有笑出声。怎么报仇都是报，不一定非要伸手打人，打得自己痛快才叫报仇。我要狠狠地往赵思南的心窝窝里扎，不是喜欢谢承周吗？那就表现得爱的给他看看好了，他发疯才会给我报仇的机会，不是赵思南，你要是再乱来，我谁的面子都不给。谢承周本来想要抬脚踢过去，但是想到两鬓斑白的赵国栋，只能抱着人躲开我。谢承周有妻子，在3年前出任务之前就已经登记结婚了。赵思南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靠近我的机会。家属院我只去过几次，而且身边都是有别的战友，在私下里没有和你说过任何一句话。谢承周看着被别人扶起来的赵思南，你母亲第一次找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明确拒绝过，我不喜欢你，不会和你结婚。别说现在我是已婚的男人，就是我没结婚，我也绝对不会选择你。赵思南靠在一个文工团的女兵身上，整张脸被说的惨白。谢副团长，思南是个女孩子，你说的有些过分了。说话的人是赵思南的好朋友，平时就喜欢追着他跑，能进文工团是李维帮着牵线才能进去，就会看到好朋友摇摇欲坠的样子，立刻出声为他打抱不平，滚没你说话的份。谢承周低吼一声，吓得那人瞬间闭紧了嘴巴，不敢再说话。我虽然躲在男人的怀里，不过心思却一直在赵思南，瞧着他的脸色难看，心中畅快极了。放我下去，人越来越多，我不想要被抱着挣扎着，想要从他身上下去，而且人都已经利用完了，赵思南的脸都已经丢尽，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。别动！谢承周不仅没有放开我，还把人往怀里紧了紧，也让我破口大骂。
骂，放开小声的警告了一声，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人，瞧着我清冷的眼神，谢承周只能把人给放下去。不过抓着我的手站在一起看我离开，刚把人放下去，赵国栋和李维就跑过来了。赵思南给我滚回去！我本来想要挣脱开，就会瞧见赵国栋他们过来，立刻放弃了挣扎，不为别的就是看戏，当然了还要添点火。我喜欢谢承周，我有什么错？赵思南红着眼睛看着赵国栋，眼神中是满满的不甘心。明明就是我先遇见的谢承周，我和他认识快要10年了，凭什么要被一个爹妈都已经死了的孤儿抢走？我在他抬手指着自己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听见他说李家父母时，伸手就是一巴掌。前世今生的那些恨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打完，但是能打一下是一下。赵思南过去的人，你也要说你究竟有没有家教？我气愤地指着他。谢承周选择谁当他媳妇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别说你是赵首长的女儿，就是谢家的祖宗都管不着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赵国栋和李维的脸绷得紧紧的，尤其是听见他说没有家教的时候，脸上火辣辣的一片，在场的人都替我捏了一把汗。就在赵国栋想让谢承周带着人离开的时候，被大家钦佩的我再次开了口：赵思南，我从来没有来过军区，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情况？部队调查完一个人，就会在公告栏上公示一下是吗？在场的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刚刚为什么会打人？原来是人家的爹妈不在了。瞬间看着赵思南的眼神都有了些许的变化，还有些胆子大的偷偷看了眼赵国栋，想要看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圆过去。李青青、李维看着女儿的脸色惨白，没忍住朝着他喊了一声，就这一下又给了我骂人的机会。你又是谁？海事军区是一盘散沙吗？谁想进来就能进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帮着一个不要脸自称是有妇之夫对象的贱人，这么多人都不上来，管你88个什么劲？难不成你是他妈啊？李维的脸色一僵，四周再次陷入一片寂静。谢承周带着你的媳妇离开这里。赵国栋的脸已经彻底丢尽，给了警卫员一个眼神，让他把赵思南带走后，看着谢承周沉声说了一句：我凭什么离开？我也是家属，我找自己的丈夫不行吗？我像是不知道赵国栋是首长一样，眼眶红红的朝着他低吼。是赵思南不知羞耻，满大街的嚷嚷自己是谢承周的媳妇，还挑衅的跑到我面前让我叫他嫂子，说着擦了把脸上的眼泪，满脸的委屈，让人看着心疼极了。不仅如此，转过头看着谢承周，用力的开始挣扎。你们军区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我要找你们首长，我要问问是不是首长的女儿就很了不起，说抢别人的丈夫就随便抢，我是有结婚证的。问问你们那个首长到底是怎么教的，女儿为什么会教出这么不要脸的贱东西出来？谢承周的心中难受极了，他认识的我是乖乖巧巧的，即便是遇见任何特殊情况，也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破口大骂。3年的时间，他究竟过的什么日子，才会让他的变化这么大？压下心中的酸涩，用力一拉就把人抱进了怀里。媳妇赵国栋的脸色难看至极，可又没有任何力气去反驳他说的话。好在政委来得及时，驱散了周围的人，要不然还真的不好收场。赵思南已经被赵国栋的警卫员捂着嘴带走，李维也跟着回了家，就剩下赵国栋政委以及谢承周2口子。谢副团长去会议室说吧，政委也非常尴尬，但这是他的职责所在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。军区会议室，我坐下去的第一时间就朝着政委说了一句，让在场的3个男人惊诧，我要举报赵思南破坏军婚，我希望组织严肃处理。赵国栋握着椅子把手的手悄悄地用力抓着，沉着脸看着我，眼神中满是犀利。谢承周侧身将我挡在身后，丝毫没有退让。小谢媳妇，别，赵思南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。政委的冷汗直流，可眼下只能先安抚住谢承周的媳妇，他跟谁认的错我没听见。我靠坐在椅背上轻笑一声，您是政委是吧？您当我是聋子，还是将刚刚那些围在一边看戏的军人当成瞎子？赵思南是被赵国栋的警卫员和李维给拖走的，当时他还在挣扎着想要打我，嘴里正不干不净的在骂人，说他认识到了错误，是我很好糊弄吗？李青青，你认识我？赵国栋开口用的肯定句，我在心中冷笑一声，我能不认识吗？上辈子要不是他自己，怎么可能会去大西北，会死在那里？不过那是上辈子，这辈子我可还没见过呢，自然不会承认。谢承周他是谁啊？居然知道我的名字？你们军区怎么像个破筛子，是个人都能叫出我的名字？赵国栋的脸被他说的青一阵子一阵，政委倒是觉得我很有趣，但认真问话的小模样挺招人稀罕。媳妇，这位是赵首长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很显然对他叫媳妇不是很满意。不过眼下不是处理他们之间问题的好时机，谢承周妻子的身份我得利用到最后一刻。赵首长捂着嘴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。赵首长说是赵思南的爹啊。赵国栋冷着脸看着我，明明就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人家不承认，让他想要发火都无门。赵首长看着您这国字脸，就知道您是个爱国的正直的，不是那种暗藏私心的大好人。我突然间夸了一句，但在场的3个男人都没反应过来，就连谢承周都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，不过没有说话，安静地坐在我身边陪着赵首长。我不告了，您中规正直，不会私下里因为今天的事情针对我，是不是？放下捂着嘴的手，慌忙地摆摆手。您放心，赵思南破坏军婚的事情我一定不会说出去。满脸惶恐地看着政委，政委您帮我见证一下，我保证不会再追究赵思南破坏军婚。谢承周被我的小模样逗得差点笑出声，这一手棋打得真好，直接把对方将军了。赵国栋不仅不能针对我，甚至还要在私下里多护着一些，否则我出任何问题都会被人怀疑是赵国栋的刻意针对。想到这里，谢承周的心情又有些沉重，好好的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现在居然学会了满盘的算计，不用想也知道是因为这3年来经历了太多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而已。想到我说的那个梦，再看看现在连句对不起都没有说一句的首长，心情非常复杂。李青青，我保证以后赵思南不会再找你的麻烦，再纠缠谢承周。赵国栋沉声说了一句，算是变相的承认是赵思南的错。我就知道这个赵国栋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人在高位，我没有任何办法。不过今天闹这么一出，赵首长的女儿不要脸，想要破
破坏军婚的事情一定会传出去，他们赵家的脸也算是丢尽了，心中有万般不甘心，可他只能忍下再说。我想到了后手，赵家人别想好过，赵首长您是首长，您说了算，我相信您一定会好好教育好他。我轻笑着说了一声，站起身就朝着外面走。赵国栋一定知道我是故意的，可那又怎么样？没有证据我还站着，你有意见啊？憋着。谢承周看见自家媳妇起身，也跟着站起来往外走，眼神始终追着我，没有看向赵国栋和政委小谢，只是起身刚走了2步，赵国栋就叫了一声首长，扫帚没有转身，说完大踏步的走了出去。我从办公区出来，7拐8拐的就朝着家属院的方向走过去。第一次来这里走岔路，找不到大门也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婶子，我的运气很不错，本想着随便找一个人说道，结果正好碰见了秦大娘。婶子，我是谢承周，谢副团长的妻子，我这第一次来不认识路，我想回市区大门往哪走啊？秦大娘听见我是谢承周的妻子时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该愣愣的看着我婶子。我又叫了一声，对方才回神。你说你是谢副团长的妻子？秦大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是啊，我是他妻子，我们结婚3年了。随后又满脸紧张的看着他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是他媳妇。他本来想送我出去，但是赵首长有话要和他说，我就先出来了。秦大娘的心里满是震惊，咽了咽口水，指着大门的方向，那边直走左转就能看见军区大门。我连连感谢，从斜挎包里拿出2块糖递过去，谢谢婶子，你人真好。谢承周找过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我笑呵呵的给秦大娘递糖，看着我的笑脸，很像3年前和他登记结婚时对他轻笑的样子。谢副团长顺着秦大娘的视线看过去，正好瞧见谢承周朝着这边走过来，心中暗骂了一句，不过没有当着秦婶子的面说什么。秦大娘，谢承周叫了一声，随后看向我道，媳妇咱们走吧。一句媳妇让我刚刚说的那些话给坐实了。等俩人走后，秦大娘转头就朝着香樟树下面跑过去，准备把新得到的消息和大家说道。说到之前赵首长的女儿经常找他们说话，甚至还看好了家属房，等着谢副团长出任务回来后搬进去。结果人家不仅结婚了，而且小媳妇长得可真漂亮啊，鼻子是鼻子，嘴巴是嘴巴，尤其是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，看着就招人稀罕。我跟着谢承周往军区大门的方向走，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家属院已经炸了锅，尤其是赵家，赵思南将整个房间给砸得稀烂，嘴里骂骂咧咧的非常难听。他被押着回去的时候，就已经惹了大家的注意，又有了秦大娘的一手情报，香樟树下面的人越来越多。不一会，赵思南干的那些事传遍了整个军区。赵国栋有心想要阻止，可等他知晓的时候，满军区都传开了，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我就是故意让事情传播的厉害一些，最好是能让赵思南无脸面活在这世上。上辈子那张恶心人的嘴脸，我记得要不是没有靠山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放过？但凡有人给我撑腰，我都想将赵思南抽筋剥皮。心里想着事情，5分钟的路程也走得很快，不一会就到了军区大门口。只是我都已经走出军区大门口很远，这男人却一直跟着我，加快了脚步，想要甩开一些距离，想要骂人。但从军区到市区里面只有这一条路，总不能不让他走吧？谢承周自始至终不远不近的跟着我，瞧见我加快步子，怕我累着，只能放慢自己的脚步。一路上他想了很多，可不论怎么想，他都绝不会离婚。媳妇，我回到家里，刚要关上院门，谢承周就小跑着过来，想要跟着进去，啪的一下，一点点面子都没有给，像是没听见一样，直接把门给关上了。只是几秒钟后，谢承周，你给我出去，怕李家人再来闹。他都已经把院墙给加固了，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能徒手爬进来。当兵的了不起是吧？媳妇，咱们聊一聊行吗？我被气得牙根痒痒，四处看了一眼，瞧着放在墙角的扫帚准备打人，只是刚走了没几步，有一只大掌就把他给拦腰抱了起来，像是在抱闹脾气的小孩子一样，双脚离地，想要抓人又抓不住，蹬了半天什么用都没有，非礼啊，救命啊！我大喊，但也只是喊了2声，就被带进客厅。天旋地转过后，整个人被放倒在了沙发上。谢承周，你想干什么？看着双眼猩红看着他的男人，我的脸上有些害怕。上辈子在大西北，我差点被人强暴，那人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然后想要撕扯我的衣裳。好在当时我刚去不久，身体没有像后来那样孱弱，拼了命的推开了那个男人逃走了。但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我被冠上了勾引男人的名头，被关在猪圈里整整3天，差点被饿死。这回看着谢承周的样子，不一会的功夫，整张脸就变得惨白。媳妇，我不要离婚，我错了，我会改，但是不要和我离婚好不好？看见了我眼神中的害怕，谢承周的心都要碎了。谢承周的心都要碎了，放开牵制着我的手，蹲在我身边，小声的和他商量。我双眼空洞的看着屋顶的灯，没有给他任何反应。就在谢承周等不及想要再次说话的时候，大门被狠狠的敲响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谩骂声，声音很大，大到我的身子不自觉的抖了一下。李青青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声音刚落下，院子里面就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是外面的人在往里扔石头。谢承周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现在可是白天，要是晚上是不是会更加变本加厉？媳妇，你在屋子里别出去。说完站起身就要出去，只是人还没有走远，手腕就被一只娇软的小手给抓住了。我自己可以。我说完坐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裳，随后从沙发下面拿了一把刀，提着就走了出去。谢承周咽了咽口水，他又重庆幸的感觉，幸好他只是想要我安静一些，没想要做什么，否则他的身上一定会多一条疤。你个没人要的小贱人，趁着你姑奶奶不再敢算计你堂叔，今天我要不打死你，李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手上提着菜刀，躲过他们扔进来的石子，躲到墙角边上，拿起放在角落里的水管，打开阀门，直接朝着外面开始滋水。虽然现在是夏天，不会让他们感冒生病，但能让他们成为落汤鸡，尤其是那个骂我的老女人，一定掐着腰站在门口，正好能给她洗洗嘴啊。李青青，你个小
贱人，跟你那个死爹死妈一样，你也不得好死。门外的人确实被我浇成了落汤鸡，来回躲着，嘴上依旧骂骂咧咧不断。我爬上早已经准备好的梯子上，对着他们就是一顿乱喷。小贱皮子嫁人了又怎么样？人家3年都没有出现，肯定是不要你了。谢承周打了电话，走出来的时候正好听见了外面的话，下意识地看了眼站在梯子上的女人，没有看见愤怒。媳妇下来交给我处理。谢承周压下心中的难受，关上阀门就把人给抱了下来。瞧着水流不见，那些人又开始砸门，我没有吭声，任由谢承周将我抱着送进屋子里。前世的经历非常深刻，我现在整个人的精神都是紧绷着的。我回来，我在。谢承周看出我的不对劲，轻声哄着，大手在我的后背上一下一下的拍着，给足了我曾经想要的安全感。不一会儿，外面的叫骂声消失了。媳妇，你坐在这里等我马上回来。打开门走出去，几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站在外面，那些个闹事的人全都抱着脑袋蹲在地上。老谢孟良本想要和谢承周闲聊2句，不久前刚知道他结婚的消息，这会有很多的话想要问，但是看着他脸色难看，瞬间作罢。谢承周应声，这是我的军官证，我出任务3年，我的妻子被人恶意威胁恐吓，甚至还用暴力的方式砸我家门。从军装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军官证交给孟良，我要求严惩这些人。他说的罪名足够让这些人在里面待上很久，到时候他找人好好照顾一下，一定比他出手打一顿还要难受。孟良接过他手中的军官证记录下来，抬手就让手下把人给押走了，查一查他们最好一辈子不要出来。孟良点头行，按照最严重的问，看了眼门外，确定没人后，小声的问了句，你咋不早说这是你媳妇啊，我好照顾照顾弟妹啊。谢承周双拳紧握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他现在非常后悔，甚至痛恨当初的孟良。瞧着他紧抿的嘴唇，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是问错话，轻咳2声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离开。谢承周关上门，将院子打扫干净才进屋。我早已缓过来了，就会看见他眼神有些复杂。谢谢你帮忙。谢承周的脚步一顿，媳妇，我想要解释，但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，说再多都是多余，不要叫我媳妇了，我求你成吗？我起身，声音中带着满满的疲惫。重生回来之前，我的身体不好；重生回来后，我的身体依旧不好。现在我感觉自己非常累，不想要再和他扯皮。你的离婚申请什么时候能打？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谢承周摇头，我不离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深吸一口气出去。我脑子现在非常乱，事情超乎预料，得好好的想一想应该怎么办。我不走你的院子也挡不住我。我被他的话气笑了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就朝着卧室走过去，想留下就留下呗，正好当个看门狗，用李家的人得到消息，一定会再来闹事，到时候让他帮着赶走好了，这是他欠我的。虽然迟到了3年，但不用白不用。回到房间里，我锁好房门，合衣钻进了被窝里。曾经的我非常矫情，绝对不会穿着在外面折腾1天的衣裳躺在床上。可上辈子我在猪圈的那3天，饿得差点抢猪食吃，什么矫情什么干净，全都被大西北的生活给磨平了。谢承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熟悉又觉得陌生。皮质沙发有了很多小洞，像是用手指头抠出来的。窗户边上的书架不见了，餐厅的大圆桌也没有了，有2扇窗是用木头板子钉上去的，估计是小姑娘自己一个人不会弄玻璃，才会用木板子堵上。谢承周很自责，也很难过，心揪着疼。我想的没错，大约1个小时后，外面又传来敲门声，不过这次与往常不同，虽然急促，但是没有了谩骂。谢承周怕吵到我休息，起身就走了出去。门口站着几个岁数大的人，他没见过，但也能猜到应该是李家的族长。你就是李家那丫头的丈夫是吧？一个穿着唐装，头发花白胡子很长的老人看见谢承周后，板着脸问了一句，如今还没有到10年，族长的权力很大，甚至有些地方的村长就是个摆设。李家那丫头呢？谢承周反问，你不姓李吗？族长的脸色一僵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，想要训斥，但是瞧着他身上的军装和还关在公安局里的几个族人，只能忍下心中的火气。我是李家一族的族长，把他叫出来，让他出来。老头子，找本小姐干什么？不等谢承周回答，我的声音就从后面传了出来，背着手小碎步走得像是在逛街，悠哉悠哉的很放肆。怎么和你曾外公说话呢？老者身后走出来一个男人，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吃了他一样，用嘴说话呢，怎么听不懂啊？要不要我给你们放个屁？不仅是对面的几个人，就是谢承周的嘴角也抽动了一下，这话说的还不如骂人，听着挺憋气。男人还想要说什么，但是被老者伸手拦下，没让继续。李青青，现在跟我去公安局，把你姑奶奶他们请出来。这句请字说的非常巧妙，就好像做错事情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我。我轻笑一声，请出来也不是不行，竖着进去横着出来，我就去请出来。族长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刚要训斥时，我再次说道，毕竟死者为大，我尊重长辈，即便那些人是畜生，但是看在姓李的份上，我还是能忍着恶心，送他们最后一程。族长怒视着我，要不是谢承周在，他非要把人给打死不可。李青青，你就是个绝户，敢不去把人请出来，我就让你好看。刚刚被族长拦下的男人再次出声，眼神中满是威胁，我绝不绝户，不是你该操心的，你现在还是想想给你妈烧多少纸吧。男人气急，抡起拳头就要砸向我，谢承周上手就是一个擒拿，轻松将对方压着，跪在地上不能动弹。放开他！我推了一下谢承周，随后将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晃了晃来，反正我是绝户，带走一个算一个，不赔了。明晃晃的菜刀看着对面几个男人一阵心颤，刀刃锋利，上面还挂着血珠，看着非常吓人。你们谁先来？嘴上问的是谁先来，但是眼睛却一直盯着族长，面带着微笑，看着异常瘆人。族长您岁数大了，要不就先从你开始吧。我爸给我托梦说李家的坟地风水不好，让你下去帮他看看。族长的脸都气绿了，人活到一定岁数，最是忌讳说那些生生死死的事情。我的这些话就像是一个诅咒，咒他不得好死。族长
长只说了一个字，我手中的刀就朝着他的门面劈了过来。1秒钟后，2缕胡须随着风飘落。哎呀，我这手法不是很好，总会再来一次。一脸懊恼地看着已经飘落在地上的胡须，歉意地看着组长道：“你再说一句，我这次保证不会再失手。有经验了，一定让你抓紧时间见我爸。”说完，转头看着组长身后的几个男人：“你们也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反正我是绝户，肯定让你们满意。拳头硬的，怕不要命的。”我的行为很显然吓到了他们，没有一个人敢出声。组长来呀，我准备好了。说着，再次晃了晃手里的刀。夕阳的照射下，那把刚刚差点要了他命的刀异常吓人，尤其是那上面的血珠顺着他的晃动，还滴了几滴在地上。组长气得想要骂人，但是他刚张嘴，我的手就动了一下，怕我真的玩命逼近嘴巴，带着人转身离开。他觉得我已经疯了，找我还不如找旁人帮忙。谢承舟一直站在我身边，看着我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自保，一时间不知道和我说什么。看着走远的几个人，眼神一暗，抢下我手中的刀，拉着我的手进去按。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茶几上的生猪肉，才明白刀上的血是怎么来的。我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，我从外面把你锁在家里，不管是谁来都不要开门。蹲在我脚边，抓着我的手轻声的交代：“晚饭我带回来，乖乖等我。”我没有吭声，我已经没有话跟谢承舟说，好的不好的全都说了，打了也骂了，根本就没用。狗男人也不知道调去了哪里，想要找他的领导申请都没有去处。我不想问，因为问了也没用，官官相护。他本人不同意军婚就离不了。谢承舟没有听见回答，但看着我没有拒绝，起身就走了出去。从李家出去后，谢承舟直接去了公安局找孟良，查到了李家几个旁系的家庭住址，就想离开，但是被孟良拦下了。等我几分钟，我跟你一起都是多年的兄弟。谢承舟想要做什么，他心里门清。虽然违背了他的职业，但那些人确实是猪狗不如。刚刚在他们施压下，那些被抓进来的人将这3年来干的事情全都抖搂了出来，远远比他查到的还要恶劣。李父在世的时候，李家的人全都巴结着人一死，那些人邪恶的嘴脸就全都露出来了。谢承舟看了眼孟良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出去等着他。你调走了？孟良看着坐在身侧的男人，有些舍不得。当初他也是海事部队的一员，但因为一次任务中受伤，所以退伍当了公安。如今看着战友有了更好的去处，他替着高兴，但以后再见面就难了。过几天去报道谢承舟刚下的任务，本身就有半个月的假期，加上调了岗位能休息20多天。本来想带着我提前去黑省收拾屋子，再熟悉那边的情况，然后再回京市一趟，给他买些黑省买不到的东西。结果事情变得非常糟糕，想到家里等着和他离婚的女人，谢承舟想想就脑袋疼。那个我好奇一下哈，你结婚你们家人知道吗？孟良非常好奇。谢家是京市的大家族，世代从军从医，尤其是谢承舟的爷爷，那可是开国元勋。像这种家庭对后辈的婚姻非常看重，不会随随便便的就会同意他娶妻生子。我的家里看着是挺不错，但是放在谢家面前就已经过不上了。不是他看不起李家，单纯的只是因为谢承舟出任务3年，谢家人愣是没有一个过来找他的，所以他想是不是谢家人对谢承舟的婚姻不满意，任由我在海市自生自灭。知道孟良刚想问是不是家里人不同意，结果就听见几个小时之前才知道的。谢承舟说完，靠在座椅上看着外面，后悔2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现在的心情，恨世上没有后悔药，要不然他一定会买来给自己吃下。孟良震惊地看了一眼坐在副驾驶的男人，瞧着他一脸懊悔的样子，就硬生生地把想要说的话给咽了下去。从部队取了行李装在车上，只是跟政委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本来准备的欢送会他不准备参加，至于赵首长他更不打算去看。从部队出去的时候换了一身便装，侧头看着越来越远的军区，谢承舟长长的呼了一口气。我梦里不幸的一切都是在这里发生的，好在他不会留下，否则想要让小媳妇收回离婚的心思还会难上加难。揉了揉眉心，坐直身子等着一会收拾人。此时的我正在厨房做饭，谢承舟说的话我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。再说现在都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，等他回来我可能会被饿死。晚饭做的是简单的炸酱面，不过炉子是肉末，吃饱喝足烧水洗漱，收拾好准备去黑省的行李放在一边，上床躺了一会又起身将行李藏在了立柜里。这一世的谢承舟有些让我捉摸不透，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，要是让他看见行李会很麻烦。想到他坚持不离婚，我的脑袋都大了花。就在我想着应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谢承舟回来了，手上提着4个饭盒，媳妇出来吃饭了。房门被敲响，我直接蒙上了被子。就在刚刚，我已经想到应该怎么和谢承舟离婚，他不同意，那就找谢家的掌权人谢承舟的爷爷谢卫国。前世谢卫国虽然没有说过不喜欢我，可也知晓他看不上自己，能和谢承舟登记结婚，完全是因为他并没有通知家里，偷偷和我登记结婚的。而且我重生回来才明白，按照谢家人的能力，不可能不知道儿子已经结婚3年没有来找，意思很明显，就是看不上我，让我自生自灭就是可惜了。谢承舟的母亲那是个非常温柔的人，不过可惜归可惜，婚还是要离，总不能因为婆婆好就不离婚了吧。敲门声结束，我松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等着明天给谢家打电话，结束这一切的荒唐。谢承舟的耳力非常好，虽然隔着一个门，但还是能够听见我在翻身的声音。抓着饭盒的手紧了紧，手上的伤口再次渗出了血丝，转身去到厨房，准备把饭菜放进锅里，温着看我饿了起来找吃的。只是走到厨房门口，他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，侧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，原来他的小媳妇已经吃过了。想到我白日里在办公室小口吃东西的画面，没忍住轻笑了一声，找到我吃剩下的饭菜吃下，把新打来的放在了一边。我躺在床上看着外面的月光，想着就睡着了。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亮，看了眼手表，正好0830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慢吞吞的开始收拾房间。明天这里也要成为别人家的地方了。我现在只恨自己上辈子没有坚持多久，都不知道后来的国家发展成什么样子，那个可怕的活动究竟
竟有没有结束，我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海市。打开门走出去，谢承周在收拾屋子，看着沙发上像豆腐块一样的被褥，还有一点行李箱，我的眼皮直跳。媳妇，你先坐会儿，我给你把饭菜端出来。谢承周听见开门声，抬头就看我穿着白色的裙子站在房间门口，放下手中的扫帚，说完就去了厨房，生怕他会拒绝。事实上我确实拒绝了，既然要离婚，就不要给他任何错觉，仗势欺人的事情他干，毕竟自己没有能力，所以昨天才会让他出面处理李家的那些个杂碎，但是私下里还是分得清楚比较好。在谢承周隐忍难受的目光中，我走到厨房起锅烧水，准备蒸鸡蛋羹吃，简单又营养，而且最省时。媳妇谢承周等我将锅盖子盖上，上去就抱住了我，紧紧地抱着我的腰，感觉都要被身后的男人给勒折了，疼得直皱眉头。谢承周放开我，我不是你媳妇，我要离婚，你要是再动手动脚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说完找准位置，狠狠地踩了他一脚，我确定力道很大，身后的男人也闷哼了一声，可抱着我腰肢的手始终没有放开。我用力的挣扎，双手用力的想要掰开他的手，可身后的男人力道大得很，连根手指头我都掰不开。突然耳尖上落下了一个湿热的吻，我的身子瞬间僵硬，湿热的吻，我的身子瞬间僵硬。媳妇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看不清男人的脸，但是听着声音就能感受到他快要碎掉了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上辈子送往大西北的时候，我的心中一直期盼着谢承周能来救我，即便是不看在曾经的夫妻情分，哪怕是为了报答谢父的救命之恩，也一定会来救我。可后来呢？我到死都没有见到谢承周一面，这是我心中的一根刺，会记一辈子。即使这辈子的谢承周是无辜的，可我做不到拔下心中的刺，毫无芥蒂的跟他生活在一起。放手吧，虽然只有3个字，将谢承周彻底击垮。我在他力道有些松懈的时候，就逃出了他的钳制，看着颓废的男人，想要说不要做那些无用功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转身离开了厨房。我已经有了计划，说多了怕男人怀疑，也怕被他搅黄，安安静静的离开挺好。谢承周一直站在厨房，直到我吃完饭洗了碗，出门都没有再说一个字。先去了政府，将早就准备好的信和地契交上去，等待出来的时候，手中多了一张临时做出来的奖状。好在现在不像活动时那么严格，我说准备去外地投奔亲戚时，政府的那些人没有多问，只说我爱国，注意安全。别看这张奖状只是单薄的一张纸，可未来这就是我的保命符。将保命符装好，还早就去了邮局京师谢家。自从知晓谢承周瞒着他们结婚后，谢卫国的脸就没有好看过。他不在乎门第，不在乎阶级，但绝对不能那么草率。所以这3年他故意没有去找我，想着等谢承周回来以后，把人带回来看看情况再决定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小姑娘的家里居然是那么个情况。聪明了一辈子，你居然在这种事情上犯糊涂。谢奶奶指着自己的丈夫，脸上怒气压都压不住。谢承周出任务不在部队，加上谢卫国的刻意隐瞒，谢家人压根就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。昨天接到孙子的电话，谢奶奶的心都提着，我也不知道是那么个情况啊。谢卫国也后悔，当初他想的是政审都过去了，那个小丫头的身份一定没有问题，加上谢承周并没跟他打招呼就申请结婚，他也是气急了才会不闻不问。可他要是知晓那姑娘家里是那么个情况，打死他也不会瞒着，而且还会把人接到京师来护着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这个名字是挂在谢家的户头上的，他为了自己的老脸也要护着。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敢瞒着这么大的事情。谢奶奶气得抬手就给了谢卫国2下，啪啪2声非常响。瞧着自家老婆的气性，谢卫国不敢动，硬生生的扛着他的攻击。儿媳妇不是去了吗？等等消息再说。我错了，你别生气，确定谢奶奶不会再动手。谢爷爷急忙开始安慰，放你娘的屁。谢奶奶推开坐在身边的男人，转身就想要上楼，只是刚站起来，家里的电话就响了。接啊，你聋啊？谢奶奶看着坐在一边不敢动身的男人，气得又给了一下，然后自己接了电话。你好，深吸一口气，尽量放缓语气和对方说话。我听着熟悉的声音，一时间有种时空穿梭的错觉，压下心中的异样，小声叫了一句谢奶奶好。赵淑娟听着声音一点都不熟悉，可对方喊她谢奶奶应该是认识她。哎，你好女士，我早已经想好了如何去说，快言快语的介绍完自己，紧接着就是说她要离婚，请谢家帮忙。闺女赵淑娟的话只说了一遍，听筒里面就变成了嘟嘟声。挂了电话，眼神不善的看着谢卫国，想要杀了他的心都有。李青青在外面风光无限的谢大首长，被自家妻子瞪得不敢出声，说了一个人我自后不敢再继续说下去。电话声很大，他听见了里面是一个娇娇软软的声音，说要离婚，听着那语气就知道他是认真的，不是在拿捏，也不是在吓唬人，而是真的想要离婚。想到他孙子的性格，谢卫国的脑袋都大了。还是我恶狠狠地看着抢了我电话后挂断的男人，不知道他究竟从哪冒出来的。明明出门的时候还在家里，进邮局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他，结果说要离婚的时候，狗男人出现了。不仅出现了，还抢了他的电话给挂了。谢承周，你要做什么？邮局的人很多，我不想被人当成猴子看戏。咬着牙质问。谢承周的脸色阴沉，没有回答我的话，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走。我想要甩开，可他的力气大到吓人，根本就挣脱不开疼。他吼了一句，随后抓着我胳膊的手变成了牵着我的手。路上我想要喊非礼，但想到斜挎包里的结婚证，只能跟着他回了李家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恨自己前世今生都很无能，没有任何能保护自己的资本和能力。2辈子我像是一条案板上的鱼，任由旁人宰割。关上院门那一瞬间，我被谢承周扛在身上往里走。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被扛在男人的肩膀上，我的胃里一阵翻滚。上辈子我被污蔑勾引男人时，就是这么被吊着挂在树上半天，最后管事的看我坚持不下去会出人命，就把我关进了猪圈里。谢承周听着我的声音中带着惊慌，把人放下来后打横抱起来回了客厅。我这次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脸面，伸手就朝着他的脸上抓了好几把，虽然没有指甲，可还是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印记。谢承周没有躲闪，任由怀里的人在他的脸上抓着。李青青本来想
想要把我按倒在沙发上，可脑海中浮现了昨天我害怕到失神的那一幕，最终没有那么做，动作轻柔地将我按坐在沙发上，抓着我的双手按在一边，夹着我让我动弹不得。我说了离婚绝对不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。他庆幸自己跟着小丫头出去了，否则不知道我的主意这么正，居然会给谢家打电话，让他们帮忙办理离婚。他现在都要崩溃了，为什么他没有做那个梦？即便是死也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从我说出秦大娘等人的名字时，就已经相信了我的话，尤其是我能直接打谢家的电话时，更加确定在那个梦里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可那只是梦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要被判死刑？谢承周，你大爷的，我要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我说完，小脖子一扭，就额头撞向了男人的鼻子，霎时间谢承周的鼻子鲜血直流，滴在白色的裙子上，晕染出了朵朵红梅。看着最喜欢的裙子被染上颜色，我更来气了，你个王八蛋，我要杀了你！喊了一声，再次扬起脑门想要撞他，但是有一就没有二，我没能成功撞了个空。不过虽然没有撞到，他却得到了自由。看着站在面前的男人捂着鼻子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时，心中没有开心，但是也没有难过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，我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，不是我胆子小，这是前世今生加起来好几年的本能反应。起身想从沙发下面拿出藏起来的菜刀，可摸了半天都没摸着，蹲下去看了一眼，结果藏的地方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灰都被擦干净了。坐着等着我去看看。在敲门声响的时候，一瞬间谢承周拿起放在一旁的纸，简单的擦拭，一说完就走了出去。我瘪瘪嘴低头看着裙子上的血迹，气得牙根痒痒，走进厨房找了一圈，最后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个擀面杖。谢承周那个狗男人居然把菜刀全都藏起来了，以为来的是李家人，气势汹汹的走出去准备骂人，结果刚走到院子里，整个人顿时愣在了原地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确定来人是周文婷，是谢承周的母亲，她的身后还跟着谢承周的父亲。谢天慌忙把举着擀面杖的手藏在身后，反应过来我想要离婚，又重新拿了出来，轻轻我是谢承周的母亲，声音温温柔柔的，起步走到我身边，牵着我的手，脸上满是歉意。伯母看着熟悉的人，我差点失口叫妈，只是话到嘴边被硬生生咽下，傻孩子叫什么？伯母叫妈才对。周文婷轻笑着看着我，爸妈也是昨天刚知道你们结婚，连夜坐了火车过来了。说完没有给我反驳的机会，以后看着谢承周道，臭小子，这么好的儿媳妇还藏着掖着，好的儿媳妇还藏着掖着吧。这幅画面让我觉得非常讽刺，将周文婷抓着的手抽回来，礼貌笑了一下，随后带着人进了客厅。伯母，我要离婚。早上我给京市的谢家打了电话，谢首长夫人接的我任何东西都不要，只要离婚，没有倒水，也没有任何铺垫，直接说明了自己的心意。孩子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想要怎么惩罚那个臭小子都可以，但是离婚这种话非常伤感情。周文婷说完，拿起我放在一边的擀面杖，照着谢承周就是一棍跪下。前世今生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文婷这么彪悍的一面，不仅是我吓了一跳，就是坐在一边的谢天也瞬间身子一抖，扑通一声，谢承周跪在了地上，正好对着我的位置。伯母没必要这样伸手，将还想打人的周文婷拦下。当初结婚是我父亲逼迫，所以被谢家放置3年是我活该。我不是心疼谢承周，而是不想妥协，这一下下得下去，最后会被道德绑架的，上不上下不下。谢家最应该收拾的人不是谢承周，而是谢家的当家人谢卫国伯母。看着周文婷想要继续劝说，我连忙出声阻止，不管因为误会也好，私心也罢，事实是我受了3年的苦，离婚后也变成了二婚，可能一辈子都嫁不出去，但是我认离婚，我不后悔。拿下擀面杖放在一边，谢家在京市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谢首长一定早就知道谢承周结婚了。当初我父亲救下受伤的谢承周，其实并非是为了要挟他做什么，只是临终前身不由己，想要给我找一个稳重的丈夫和靠山。我说完轻笑一声，不过最终救命之恩让我们父女俩弄得变了味，你们谢家不想承认是对的。这话说的周文婷和谢天脸烧的要命，想要解释，但谢卫国当初应该就是这种想法，才没有告诉他。现在周文婷是有苦难言，谁能想到谢卫国会在这件事情上犯了这么大的糊涂？媳妇没有我自愿的，我说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才跟你结婚的，不是因为报答。我看了眼谢承周，嘲讽的笑了一声，比较喜欢也别叫爸，你没有完成丈夫的责任，也没有做到女婿的义务。你出任务的第2天，我爸就没了，你现在叫他老人家也听不见，叫了也是白叫。我知道你身不由己，而且从始至终我一直都没有埋怨过你，但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哪怕你现在给我摆个金山银山出来，我已经没有任何想要的欲望了。我说完转头看着周文婷和谢天，伯父伯母，这段失败的婚姻中，我们李家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，不过算来算去也麻烦别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如今我只想要离婚，还请伯父伯母成全，就当谢家还了我父亲的救命，以后谢家和李家两不相欠。起身朝着2个微微弯了弯腰，这点是谢家不需要我也能办到，祝2位无礼了。周文婷深吸一口气，转头让谢天带着谢承周出去等着媳妇。谢承周不想出去，但是我根本就不看他，最后还是被谢天给拉着出去亲亲。真的想好了，确定要离婚。周文婷拉着我的手坐在沙发上，嘴上是这么问的，但是她不瞎，能看得出来小姑娘已经想好了，是一定要离。看得我一脸坚定的模样，想要劝说的话卡在喉咙间，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出口，可是想到刚刚儿子祈求的眼神，最终还是决定劝一劝。青青伯母知道你心中有气，对谢家很失望，让我儿子我了解，但凡不是他自己想法要去做的，不管是谁都不可能让他低头。说完轻叹一声，伯母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我们谢家有错，无论因为谁或者是因为什么，是谢家人对不住你。我听了周文婷的话，心中有了个大概，谢卫国这个人他果然没看错，他能理解谢卫国的心情，
但是绝对不敢苟同，没有吭声，低着头听着他的话。在他看来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完全是因为谢卫国自大，甚至可以说压根就没有承认他这个孙媳妇的事。但是青青，你可以不想相信，我不相信谢家，但是要相信你父亲。我听懂了他的话，抬头轻笑了一声，伯母，你要不要去海市的部队打听打听，谢承周的妻子是我还是另有其人？周文婷一愣，显然没有明白这句话的。我看见了他脸上的疑惑，但是没有做任何解释。接着道，伯母非常感谢您从京师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海市，为了我和谢承周的婚姻操心。不过我心意已决，有些话不必多言，大家彼此心中都清楚。说完轻笑着说了一句，伯母，我要坐明天一早的火车离开海市，我相信以谢家的实力，定能还你一个自由之身。周文婷心中一惊，她没想到小姑娘想要离婚的心思这么坚定，已经决定离开海市，不在这边生活。青青能告诉伯母你要去哪里吗？她在电话里听谢承周说，小姑娘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家里的亲戚全都欺负她，所以听见她说要离开这里，心中满满的疑惑。现在的世道看着太平，但她长得这么好看，如果没有人保护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。伯母祖国这么大，去哪里不是生活呢？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自己的去处。如果谢承周痛快地答应离婚，或许我会说，但是现在不会。按照他如今的心思，可能会跟着我去黑省，到时候又是没完没了的纠缠，我不想要过那种日子。周文婷明白了我的心思，随后叹了一口气，丫头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伯母一定成全你。伸手在我的脑袋上摸了摸，虽然你离婚了，但京师的谢家一直会是你的后盾，不管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给伯母打电话，这是我们谢家欠你的，也是伯母答应的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事情找伯母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。我点头，并没有推辞说不需要。虽然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准备，但如果真的有保不住自己的一天，我一定会找周文婷帮忙。院子里，谢承周站在窗户边上，看着里面说话的两人，心中不好的预感越发强烈。儿子，咱们走吧。周文婷走到院子里面，声音艰难地对着满脸希冀的儿子说了一句妈。谢承周低吼了一声，转身就进了屋子里，3步并2步爬上2楼，站在了我的房门口。媳妇，你把门打开。声音中带着祈求，一遍遍地叫着。媳妇可都没有得到回应，我的耳朵里面塞了纸，掀开被子，直接蒙头躺在了床上。虽然不能彻底隔绝外面的声音，但也听不清。就是大约10分钟左右，敲门声停下了。我悄悄掀开被子，想要透透气，结果差点被站在我床边的男人给吓得灵魂出窍。谢承周，你丫的有病吗？掀开被子坐起身，抬脚就朝着他踢了过去，然后脚踝被抓住，紧接着我就被按在床上。媳妇，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？说着一滴眼泪砸在了我的脸上，温热却又致命。媳妇，不离婚好不好？我做错了，我会改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不想去黑省就不去，但是你不能不要我。5年前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，他还是营长海市突发洪水，他带着手下的人抗洪，我的父亲带着我去给战士们送吃的，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我，他也第一次确定他不是讨厌娇娇气气的小姑娘，只是那个人不是他而已。后来找机会接触过几次，但是小姑娘被李父养得很好，对男女之情不是很懂，想着等小姑娘大一些就好，加上他出任务一耽搁就是1年，那时候他正是营长升副团长的重要时期，任务一个接一个，几乎没有时间出来找我，甚至连部队都只是回过2次。李父救他的那次是部队和公安联合抓捕人贩子，他被歹徒发现后中了一枪，要不是李父正好路过救下他，他坟头草都已经3尺高了。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回京市做了2个月的复健，刚回海市就被李父找到让他娶我，当时他的脸上是肉眼可见的高兴，拍结婚照的时候整个人紧张的差点同手同脚，可谁能想到他这个刚刚康复回部队的人居然再次被派出去做任务，一去就是3年了，不说他们军区，就是全国的部队也没有这样的例子，这也是他为什么没和家里人说，没有和战友说他结婚的原因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个任务很简单，想要让他立功受奖而已，可万万没想到赵国栋直接给了一个长达3年的任务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我愣了一小会儿，没想到他居然会哭。谢承周，我该说的全都说了，伯母也同意咱们离婚，你别闹了好吗？挣扎不过放弃挣扎，看着双眼猩红的男人，心中越发的烦躁，说出来可能会觉得讽刺，我好像有些理解上辈子的谢承周得知我不想要离婚后的心情。我没有闹，因为一个梦这样对我不公平。谢承周快要崩溃了，小媳妇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个梦后就要跟他离婚，而且最该死的是那个梦居然只有我做了，梦里的一切发生的还那么离谱，甚至连军区的一切都被我弄得清清楚楚。他昨天晚上强逼着自己睡觉，祈求老天爷也让他做一个梦，可反反复复醒了很多次，他就是没有梦见媳妇。你说因为梦和我离婚不公平是吧？我昨天就说了，我爸妈去世不在，你爸妈还奶奶活着呢，你妈和你奶没本事，不知道你的情况，你爷和你爸不知道吗？京市的谢首长用手眼通天形容不为过吧，任由孙媳妇被人搓磨，3年来不闻不问，这是你们谢家人干的吧？我恨你，恨你爷爷，恨谢家所有人。我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低吼，脸上是满满的怒气。所以我要离婚有错吗？谢承周想过这种可能，但是被他的私心给压下了。现在听见我说出来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，闭上眼睛缓了很久，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没有了那股难过和隐忍，起身站在床边，低着头说了一句对不起，然后转头就离开了。看着男人的背影，我的心中有些酸涩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恨过你，也真的没有埋怨你。李父从小就和我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但我想不明白，我好歹是救命恩人的女儿，即便是不喜欢也应该看在我痛失双亲的份上照顾一下，哪怕是在海市出现一次谢家的人，我的上辈子也不会那么惨。不过我能理解谢卫国的心思，贤恩相报，觉得他李家出心不良也是对的。可即便心中没有恨过，对于刚刚说的那些话我也不会后悔，只要能离婚我什么都敢说，以后的日子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离婚是给上辈子的自己一个交代，况且明天过后他们就不会再相见，说与不说已经不重要。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门被关上了，
起身开始收拾东西，火车票其实是后天早上的，周文婷说是明天，只是不想有太多的牵扯下楼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脑海中全是小时候爸妈在世时的画面，很欢乐很幸福，可最终是我无能将日子过成了这么凄惨。周文婷在谢承周进门的时候想要拦下他，最终任由他上去碰壁。身为丈夫，即便是在身不由己，都不能把娇滴滴的媳妇放在家里，一走就是3年。当然这其中谢卫国的责任最大，小姑娘排斥谢家是应该的。叹了口气，带着谢天去了不远处的邻居家里，打听这3年来的情况。谢承周说，我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可也没有说任何具体的情况。如今他们已经从京市过来，不管我还会不会是谢家的儿媳，但总要把情况问清楚才对。这是谢卫国造成的错，他作为儿媳妇自然是要帮忙善后，虽然现在善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可该有的态度绝对不能差，至少等以后小姑娘再嫁给别人时，不会因为这些而被人瞧不起。想到我那么个乖软的女孩子没能成为他的儿媳，周文婷侧头瞪了一眼谢天，废物自己儿子结婚了都不知道，小声的骂了一句，不管一脸难看的男人，敲响了邻居家的大门。10分钟后，周文婷羞红着脸从邻居家里出来，没有再去李家，是心中对我的愧疚越发的浓烈。刚走到李家大门口，谢承周就垂着脑袋走了出来，妈，你们找个招待所先住下，我晚点过去找你们。说完不等周文婷和谢天说话，抬脚就朝着胡同口跑了出去。谢承周一路小跑着去了街道办事处，拿着军官证查到了我开的介绍信，存根看着上面的目的地，阴沉着的脸上有了笑意。他要去黑省，媳妇也要去黑省，所以他们之间的缘分没有散尽，只是想到我坚持离婚的样子，脸上的笑容又消失不见。工作人员看着谢承周，一会笑一会阴沉着脸的模样，站在一边不敢出声。谢谢你添麻烦了。谢承周将存根还给工作人员，到了谢转身离开了这里。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，这会正在家里和面，等面发好后蒸点馒头在火车上吃。整理好一切后，坐在沙发上看着角落里的2个绿色，我的眉头皱了皱，转过头装作没看见，反正他总会回来找，到时候政府的人会还给他。京市谢家谢奶奶接到了周文婷的电话，当她知晓我这3年的遭遇后，拿起手边的茶杯就朝着谢卫国砸了过去，啪的一声，茶杯掉在地上，谢卫国的衣衫也被茶渍沾湿。瞅瞅你干的好事！谢奶奶怒骂一声后，捂着胸口喘粗气。谢卫国顾不得身上的脏污，慌忙替他拍后背顺气。周文婷的话他也听见了，现在后悔也没有用，只能忍下家里人的埋怨，不敢吭声。明天妈给你汇钱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咱们谢家的错，即便是离婚，也不能让孩子受了委屈。谢奶奶推开谢卫国，朝着电话里面的周文婷说了一句，妈，大姑娘说明天的火车就要走了，离婚的事情让谢家出面处理。周文婷也是无奈，倒是谢奶奶的话提醒了她，身上带了一个存折，现在去取出来也来得及。慌忙说了2句就挂了电话，带着谢天去邮局取了1000块钱出来。我刚想洗个澡，又怕谢承周突然间冒出来，就拖着没有动身。听见敲门声，下意识的以为是他气势汹汹，拎着2个行李箱就去开门，结果是谢天2口子。伯母您来的正好，这是谢承周的行李，您收好，将行李放在院门外，还请原谅后辈的失礼，不方便再请2位进去。说完不等周文婷说话，就准备关门，结果他伸手拦下了伯母，只说2句话，周文婷收回手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我，你说你要出门，这是伯母的心意，以后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。我看了眼信封，目测应该是在1000块钱左右。伯母无功不受禄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没必要这么做。轻轻周文婷还想要劝说，我看出他的意图，连忙说了句，伯母时间不早了，您和伯父早些回去休息吧。随着话音落，门也被关上了。1000块钱对于旁人来说确实很多，但是对我真的不算什么。之前就说李家是资本家出身，虽然现在已经落魄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几万块钱我还是有的。再说我们都离婚了，要谢家的钱算什么？谢承周的命就值1000块钱吗？还是觉得亏欠了我，所以想用这点钱补偿吗？不管是哪一个，我都不会接受我爸就谢承周，然后用救命之恩让他娶自己。已经算是交易结束以后，我宁愿两不相欠，也不要再有任何瓜葛。再说万一我真的又走到上辈子的那种无助的路口，一定会找周文婷帮忙。这钱现在收下，以后想要找人帮忙就没有理由了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外面的月光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前世今生的一幕幕像是电影一样，一个劲儿的往我脑子里钻。尤其是在大西北的那段时间的记忆，那种疼痛和无力感让他惶恐。坐起身揉了揉头发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失眠。打开灯看了眼时间，已经半夜0230了。李家门外，谢承周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，对着院子发呆，看着我房间的灯亮了一下，随后又灭掉。强忍着想要翻墙进去的冲动，没有上前摸了摸怀里的东西。他觉得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。这一晚上，一个人站在门外面没有休息，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睡着。等天亮的那一瞬间，李家的门被敲响了。昨天政府的人说会过来看看房子，我以为是政府的人就开了门，结果发现居然是谢承周来送离婚证嘛。站在门口的男人满脸胡子拉碴的不说，看着像是一晚上没有睡觉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我应该关心的，我现在只想要离婚证，能不说话吗？我皱着眉头看着他，不能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没有那种癖好，有话快说。谢承周没有再说话，动了动手指，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拿了一张纸出来，交给了他，以为是结婚证，有些激动的打开看了一眼，只是下一秒他差点炸毛，气蹭蹭的上涨，恨不得把面前的狗男人给杀了泄愤。谢承周，你这样会害死我，你知道吗？紧紧抓着手中的房契，低声吼了一句，我前脚才把房产给捐出去，拿着政府给我的奖状，觉得有了保命符的第二天，谢承周这个男人居然把我的房契给要回来了。媳妇，你看上面的名字，我刚刚只是看了地址，就会听见谢承周的话，再次看了一眼，然后差点被气晕。谢承周，你他妈故意的是吧？我保证真的是为了骂人而骂人。房契上的归属不是我，也不是谢承周，而是谢卫国。明明知道我对谢卫国的意见很大，之前我都说了讨厌这男人，居然把李家老宅的房主写成了谢卫国。媳妇，咱们先进去行吗？在这说
话容易让别人听见，嘴上说的是商量，但是人已经走进来，关上门，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，甩开男人的手，把手中的房契扔给他。你爷爷的东西，你这孙子替他收好。谢承周知道我是在骂人，但是无所谓，能把媳妇哄好，别说骂，打个半残都行。慌忙把想要上楼的人拦下，但揽着他的肩膀不让他走。媳妇，你先听我说，就5分钟，就5分钟，我感觉自己要被折磨疯了，就是想要离婚，怎么就这么费劲？说，赶紧说。说完咱们去民政局。郑托开他的前置站得稍微远了一些，一脸的不耐烦。媳妇，谢卫国同志只有一个儿子，我也没有兄弟姐妹，所以这个房契最终还是我的。再说谢卫国同志是军区的首长，是开国元勋，即便是你说的那个活动在眼里，也不会影响到他，所以我思索再三，才把这房子买下来，挂在了他的名下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他的孙媳妇，没人敢动这个房子，也不会有人再打你的主意。我被他的话给气笑了。谢承周，你爷爷知道他的好大孙子这么算计他吗？